蒙面财经，朋友们好，今天是2020年5月16号。今天呢，我们从中美两国赚钱最多的前20家上市公司说起。那先对比一下中美两国最赚钱的这20家公司所在的不同行业和结构。那进而呢，再给大家引申一下，就是中国天量的放水背后的一些秘密。那如果有缘和悟性能理解中国特色的这种放水模式和体制的惯性，你就能理解中国经济当前的一些特点，并有可能呢，进而认清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向。那我们呢，就从最近的这个中美一季度最赚钱的前20大上市公司讲起。那我们直接先上图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中美最赚钱的前20名上市公司的利润情况。那我们先看看左边的，就是在 A 股上市的最赚钱的前20名公司的情况。那可以看到前几名呢都是银行我已经给大家也做了归类也统计好了。那前20名呢有13家都是银行前5名呢银行，大家可以看看他们赚了多少钱你看这个工商银行845亿建设银行809亿，农业银行642亿中国银行526亿，招商银行278亿这都是这个他们一季度的利润。那我们简单算一下就是工商银行的一个季度也就是90天，那就赚了845亿。那平均呢一天是 9.3 亿相当是可以说相当厉害。那这是13家的银行。那接下来呢是3家保险公司也就是中国平安、中国人寿和中国太保。那再往下呢是2家白酒就是贵州茅台和五粮液。最后呢剩下2家，一家是中国神华，还有一家是中国建筑。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结构就是银行和保险加起来就是16家，就前20家最赚钱的公司里面，银行和保险就占了16家，那剩下的2瓶酒再加上一个能源企业和一个建筑企业，那这个呢就是中国 A 股最赚钱的前20家公司的这个行业结构的一个情况。那我以前有期节目呢统计了就是到2019年前3季度A 股的34家上市银行的利润就占到整个 A 股3700多家上市公司利润的一个比例。那这个比例呢高达 51.72% 相当高的一个比例，就是这个整个上市公司利润的半壁江山基本都被银行赚走了。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回去再看一下那期节目。那好，这是中国 A 股最赚钱的前20家公司的情况。接下来呢我们看看美国的这个最赚钱的20家公司。那大家可以看这个右边的橘黄色的部分也就是美国最赚钱的20家上市公司。那我们也做一个简单的分类。那其中5家呢是互联网公司大家可以看到是微软苹果、谷歌、Facebook 和 eBay。那还有5家呢是医药健康公司大家知道美国的这个医疗健康公司都很强，像强生埃博维辉瑞制药默克集团、联合健康集团这是5家医药健康公司。那还有2家金融公司像美国银行和 Visa。那2家 IT 公司就是英特尔和思科另外2家电信公司就是美国的 AT&T 和这个 Verizon 电信。那还有2家呢是消费品，可口可乐和这个宝洁。最后剩下的呢就是一家这个能源公司，也就是雪佛龙和这个工业企业通用电气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整个体来讲呢，美国这边呢美股这边呢就是它这个上市公司比较均匀一点就互联网和医疗呢各占了这个10强。那其他的分布呢比较均匀这是从净利润的角度呢，就是给大家分析比较一下就是中美两国的这个上市公司。那可以看到呢，就是 A 股这边呢，就是中国这边呢，就是利润比较集中在银行和金融企业这一边。那在美国这边呢，就是互联网和这个医疗占比比较高。那接着呢，我们再从市值的角度再简单看一下，就是看一下在市值方面的这个差距是怎么样。那因为主要是给的这个估值不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市值的差距还是非常的明显。那虽然中美前20的上市公司从利润上猛一看好像大家差距呢并不大，但如果从市值的角度再一比较呢，那个差距就非常非常明显这主要是因为中国 A 股呢给银行的估值普遍比较低普遍也就是5倍到8倍这个水平，尤其是4大行，你看这个工农中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那他们呢基本市场就是给到一个5倍左右的估值非常低。那招商银行呢稍微好一点估值在 7.7 倍但是如果你要问我就为什么中国银行业的估值这么低呢这又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我只能简单说一说。就是一方面呢是因为银行本身它在全球的估值都不高你像在美股的这个美国银行这个纽约梅隆银行这些
很多大的银行啊，它这个其实在美股大跌之前呢，也就10几倍、13、14倍的、14、15倍的估值，那跌下来呢，现在也是7倍左右。那银行本身呢，在全球的估值并不高。另一方面呢，就是跟中国啊经济的这个特色呢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这种常年的这种信贷放水呢啊，导致市场对这里面隐含的坏账的风险比较担忧啊，所以就给它的估值比较低。好了，这个呢是给大家分析一下中美两国最赚钱的20家公司的情况啊。乍一看呢，就是感觉好像不分伯仲啊，所以这个图有一定的欺骗性啊，都挺赚钱看上去。但这里面呢，其实有着结构性的问题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市值方面有巨大的差异。所以，如果展开去看结构性行业的这种分布和结构性问题，再去看这个市值方面的差异，就能明显的比较出来这背后的不同。那当然了，就是最赚钱的一些公司呢，就是尤其中国这边呢，除了这20家在 A 股上市的公司，还有4家也比较能赚钱，只不过它没在 A 股上市。那其中3家呢是在美股和港股上市，中国移动、阿里巴巴和腾讯科技。那还有一家呢是一直不太愿意上市啊，但是影响力巨大的这个华为。他们4家一季度净利润情况是什么样呢？就是中国移动它赚了235亿，阿里巴巴赚了212亿，腾讯科技呢赚了209亿，华为呢是133亿。啊，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把这4家呢也放到这个 A 股里面最赚钱的20家公司，那大体呢可以排到第7、第8、第9啊这个水平。啊，也就是排在这个银行的后面啊，几家大的银行后面。所以说可以看到，就是中国最赚钱的这4家公司呢，它也赚不过那几家大的银行。好，顺着中国银行业躺赢的这条线啊，我们先给大家解决一个很多人迷惑不解的问题啊，那就是银行赚了那么多钱都哪儿去了？那看了上面呢，中国最赚钱的这20家公司啊，大家也看到了，银行占了13席。那按理说呢，应该是赚得盆满钵满。啊，但是为什么中国的银行赚了那么多的钱，还依然的在不停的融资啊？你比如说去年银行发行了5000多亿的永续债，那目的呢就是为了给银行补血啊，给银行补充资本金。那我们就说一下银行为什么赚这么多钱还缺钱，对吧？本质原因呢是银行赚的钱呢，它其实都是纸上富贵啊，大部分的利润呢都去补充银行的资本金去了。那有统计数据 ，A 股的上市银行近3年的这个数据就是商业银行利润的17%啊，用于缴纳所得税，23%用于普通股的股利分配，剩余的60%呢，全部用于补充了核心一级资本。那因为近些年这个银行不停的进行这个信贷扩张啊，不断的做大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啊，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这种放水。而这个不断的放水的过程中呢，银行是需要不断的补充资本金的啊，所以你就会看到一面呢是银行赚的钱越来越多啊，利润年年上涨。那另一面呢是银行越来越饥渴啊，越来越缺钱，越来越缺资本金，尤其是中小银行啊。大家可以看到最新的这个5月4号召开的金融稳定委员会啊，特别强调就抓紧落实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金的问题。那中国经济呢非常依赖债务驱动啊，所以不管是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啊，还是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都受不了这种收缩，它需要不停的扩张。那如果你一收缩呢，中国经济就会进入严重的通缩萧条状态啊，企业破产啊，银行坏账啊，暴露啊，各种问题就会出来。那所以需要银行不断的放水，做大资产规模。那这个过程呢，就需要银行不断的去补充资本金啊，甚至是有的时候呢，需要央行不断的降准来弥补这个商业银行的弹药。那这个呢是第一点啊，第一点给大家讲就是为什么这个银行赚了这么多的钱，然后还那么饥渴，还需要不停的补充资本金。那第二点呢，我们就说一下中国银行业的这个经营模式的问题。那本质上呢，银行玩的是一个杠杆的游戏啊。很多人认为这个中国实体企业的杠杆率很高啊，确实，中国这个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可以说是全球首屈一指啊，达到160%啊，非常高。但实际上呢，中国的各个主体里面玩杠杆啊，玩的最高的其实是银行啊。银行你别看它这个利润高，那实际上呢，它经不起这种坏账的侵蚀。中国银行业的这个总资产收益率只有1%多一点。那如果全部资产呢，只要计提1%的坏账啊，就可以把银行1年的利润全部给侵蚀掉啊。当然，这个坏账的计提和这个核销啊，它有这个中国特色的地方啊，就是尽管很多的贷款呢，大家心知肚明啊，可能这辈子都收不回来了啊，但是呢，靠着这个做大信贷规模，靠着这个借新还旧，它依然在维持啊。所以有时候我喜欢比喻啊，中国的经济呢，它就像涂了一层又一层厚厚奶油的蛋糕。那里面的蛋糕呢，可能已经有点变质了啊，甚至味道呢有点不对啊。但是你给它涂上一层又一层的奶油啊，你就看不见它里面的蛋糕是好的还是坏的
而且涂上一层层的奶油后呢，这个中国经济的这个蛋糕呢，看上去更大啊，更香甜。这个一层层的奶油是什么呢？啊，这一层层的奶油呢，其实就是银行的信贷啊，也就是一层层的这个债务的展期和借新还旧啊。所以你看这个银行的资产规模啊，资产负债表规模在不断的膨胀，在不断的变大啊。而那很多的这个僵尸企业的这个角度呢，这个它这个信用评级还是挺高，依然是3A 啊。但是从银行的角度呢，这个贷款呢啊，依然也没有变成坏账，好像大家这个皆大欢喜啊，只要这种借新还旧，还有这种做大资产规模的这个游戏能维持下去，那这个奶油蛋糕呢就看上去没什么问题。如果哪天就是没有原料了啊，就没有办法再为这个蛋糕涂奶油了啊，那马上呢这个变质的这个蛋糕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所以说我们经常说这个银行啊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啊，那它究竟是怎么支持呢？啊，说白了，它就是不停的这种滚动贷款啊，不停的这个进行放水啊，做大资产规模啊，做大资产负债表。那一层一层的这个奶油啊涂上去以后，你企业呢就看不到有违约的问题了，银行呢你也看不到有坏账的问题啊，大家都皆大欢喜。所以说这个音乐是不能停的。就哪天呢，如果你看到这个社会融资规模和这个 M2 啊，广义货币 M2 这两个数字停下来了啊，增速变慢了，或者甚至负增长啊，那就要非常小心。所以大家经常会在政府文件里面啊，包括这个中央政治局的会议里面啊，还有央行的文件里面，你会频繁的看到这句话啊。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保持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 GDP 增速相匹配啊。我相信这句话大家应该经常能看到。那很多人呢不理解这句话，那其实这句话呢确实是点出了中国经济模式的核心特征啊，尤其是08年以后这种债务驱动经济增长的这种模式。那你看最新的这次表述啊，最新的表述呢又稍微多增加了几个字，就变成了保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 GDP 增速基本匹配并略高啊。大家看这个区别在哪？就是这3个字啊，不经意的加了3个字，并略高。那千万不要小看这3个字。那我之前呢有几期节目啊讲过，就是2020年1月到4月的这个社会融资规模和 M2， 那是创下了历史的天量啊，也就是天量的放水。那这个天量的这个融资数据呢，背后反映的恰恰就是这3个字，并略高啊，确实是高。那2020年以来呢，大家知道经济呢异常的严峻啊，如果还是按照以往的这种融资增速啊，这个奶油的蛋糕呢，可能它就涂不下去了啊，全社会的这个资金链呢就有断裂的这种可能性。那大家也看到一季度 GDP 数据非常差啊，是负的 6.8%。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不增加全社会的这个融资额度啊，增加这个广义货币 M2， 那居民也好，企业也好，政府也好，这3个主体的资金链呢就会非常的岌岌可危。所以你每次看到啊，每当经济越困难的时候，你就越会看到这个社融的增速和 M2 的增速越快啊，因为确实需要维持这个债务链条不断裂啊，那呢就需要更多的债务呢去覆盖之前的债务啊，并结余出一点点的资金，再去维持这个企业也好，居民也好，政府的基本生存。所以说中国经济的根结呢，它其实是在那块蛋糕上啊，你要提高蛋糕的品质，而不是不停的在奶油涂层上下功夫啊。这些年呢，其实大部分时间呢都在专注这个在奶油涂层上怎么去修补啊，怎么去给这个奶油怎么给去这个蛋糕涂奶油。那大水漫灌呢，就是多涂点奶油啊；如果是定向滴灌呢，就是少涂点奶油啊。但是真正的涉及到蛋糕本质层面的经济改革和制度性改革呢，做的是比较少的。好了，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今天呢，我们是先从中美上市公司最赚钱的20家企业讲起啊，比较了他们的这种行业结构，也比较了他们的市值的差异啊，让大家看到中美上市公司利润层面以外的一些东西。那紧接着呢，我们又从躺赢的这个中国银行业延伸啊，讲到了中国银行是如何支持实体经济的啊，中国经济的这块蛋糕呢是如何一层一层涂上了借新还旧的奶油涂层的。好了，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啊，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